大家好，这里是嘎嘎和话痨的频道，我是嘎嘎的爸爸老展，我是嘎嘎的妈妈阿闪。现在在我这只在我怀里，特别不耐烦的猫呢，就是嘎嘎，今年已经2岁半了，它是话痨的妈妈，然后话痨是嘎嘎的儿子，今年马上快满1岁了，现在体型已经要超过他妈了。怎么会想到养这只猫呢？嘎嘎今年已经2岁半了，我们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是在你们学校，你们学校后面的一个宠物店是吧？在那个宠物店里呢，我们当时想养一只公猫的，本来是，然后看了很久，然后在笼子里看见了2个月的嘎嘎，然后才领回家的时候，才刚过1个星期，因为当时有做一些功课。就觉得说很多猫才到了一个新环境就容易有应激反应，轻的话就是上吐下泻，重的话可能就一命呜呼了。就我们也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但是没想到就是过了1周，还是有很多不良反应，就一直拉肚子，然后吐，最后送到医院里去输液，输了大概有连续半个月，2个星期。2个星期的样子，性格就特别独立，平时呢抱也抱不住，就像刚刚在怀里抱了，我说让他配合拍一下视频，抱了大概5分钟的样子，就已经特别不耐烦了。然后我们刚刚把嘎嘎接回来没有多久，我就去出差了，因为工作的关系，在外地工作了3个月的样子。那个时候嘎嘎还是一个2个多月的小猫咪。我离开它的时候，它可能还对我不太熟悉，但到我3个月之后回来，它已经完全不认识我了。那么我们经常晚上回家的时候呢，会看到嘎嘎一个猫在门口蹲着，就等我们回来，那个样子特别的可怜。所以后来我想了一下，我想给它找一个伴儿。因为我考虑了很久，我觉得可能如果说是和它有血缘关系的猫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排斥的一个但是其实这个想法里面呢，也有我自私的一些想法在里面，因为我觉得当时它我出去出差那么久，它小的时候最可爱的时候，可以和人类建立亲密关系的那一段时间，我已经错过了。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和他的小崽子建立亲密的关系呢？他生了5个小猫咪，这5个小猫咪都是我在带。后来这5个小猫咪长大了以后，到3个月的样子，我们就把这些小猫咪，全部都被我们的亲戚和朋友领走了，最后只剩下了1个，就是现在这个小话痨。里面有一只母猫，长得特别可爱，我们叫它淡定姐。然后这只猫我们本来决定留它，然后把其他的猫都送给就是我们特别了解的一些亲友，一个随时回访，就是了解猫的成长状态的情况下，把这些猫送走了。然后有一天当要送出就是现在这只话痨的时候，来给大家打个招呼，话痨，看镜头。就是要把这只猫送走的时候，把它才送出门的时候，它就开始哇哇哇大叫，然后下楼的时候，然后他妈就是嘎嘎也在满屋子找，也在叫，话痨也是嘎嘎最疼爱的一只猫。然后走到楼下的时候，它叫的实在是我受不了了，最后心一软，又回去把它给放回去了。一放回去，他妈就马上从楼上冲下来，然后就开始找它舔抱。然后最后就把我们特别喜欢的那只淡定姐送给一个关系特别好的一个朋友。然后为什么叫它话痨呢？因为它的话特别多，从小就是，它和淡定姐就是完全截然相反的2种性格。然后这个猫就是特别的黏我无论走到哪个地方，它都喜欢往我身上，一定要在我肚皮上，或者说是靠着我睡觉啊这些。我就是全家最不受欢迎的那一个。可能这个也是因为都不喜欢我。可能大多数人觉得养猫是能够就是给他们带来一种快乐，就是然后一方面猫也比较可爱，也比较粘人。但是我已经用我的现身说法来告诉大家，猫不一定会粘你的。
大部分的猫是并不会粘人的，它们是很独立的一种生物，我们愿意去尊重它的天性，然后呢，去让它来选择我。所以我觉得现在，虽然说我一直以来对于嘎嘎和我的关系感到非常的心痛，因为它不是很亲近我，但是这几年呢，随着它年龄的增长，我和它一直以来不间断的一个相处。他也是一个很慢热的性格，所以渐渐的，我觉得他现在对我也比较依赖了。当然，可能主要是喜欢我做的东西给他们吃。嘎嘎是一只特别聪明的猫，嘎嘎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学习能力特别的强，然后性格也很独立，是不是聪明的呢？都一般要比较喜欢孤独，喜欢独立一些。猫可能也是一样。然后他看我们怎么开门以后，他观察了大概3次的样子，3、4次的样子，就是你开门的时候，你看着他，你会发现他一直把脸朝上望着，就看着门把手，看你是怎么开门。然后他看了2、3次以后，他就学会了，然后来进卧室。话痨的性格呢，就没有遗传到他妈的优秀基因，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呆萌，然后一般都是他妈的跟屁虫。他妈这个话听着好像有点像骂人啊。他妈如果去哪玩，他就是跟着后面。如果他想进卧室，他是不会开门的。他开不开也学不会，就要等嘎嘎把门打开以后，然后他跟着后面溜进去玩一会儿，然后人来了马上就从里面跑。希望把我们家2个小猫咪的一些日常的生活记录下来，然后它们生活的一些点滴、一些趣事，还有一些琐事。我们觉得都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如果你也喜欢我们家小猫咪的话，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啦。